最近这几家平台增长很快，我们收到的投诉也越来越多。平台应该积极承担责任。如果平台不加强监管，我们监管再严也会有漏网之鱼。要平台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那样不现实。这种新兴模式在扩张阶段，首要目标是吸引商家入驻抢占市场。加强监管会影响商家入驻量，与平台的首要目标冲突。我们可以先观望，暂时不用加强监管，出了问题先让平台处理，处理不了我们再插手。不行，如果我们表现出观望态度，平台会更大胆放宽对商家的监管。现在就高要求高标准，平台还会有动力去推广这种新兴模式吗？资本还会对平台增加投资吗？就怕平台跑太快，监管和行业标准没跟上。行了，我们不用讨论了。为什么？你好，最近我们蛋糕店搞活动，蛋糕一律8折。你们搞活动，优惠价怎么比别人的日常价还贵？我们都是当天现做的，用的是动物奶油，比别人家更健康。都是套路，搞活动之前先涨价是吧？不是，这活动真的只是亏本赚吆喝。现在谁还在线下买啊？网上一堆优惠活动，至少便宜一半。便宜没好货，他们的添加剂严重超标，用的还是人造奶油。大家吃了都没事呀，难道就你吃了有事？老板，我们把卫生搞这么好，有什么用？一天到晚没几个客户。自从附近多了一家蛋糕店，生意就越来越差。明明我的位置比他好，为什么都要绕路去他们店？他们在外卖平台有口碑，回头客多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外卖平台搞活动。我搞过了，活动力度太大我们血亏，活动力度太小没曝光量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大活动力度，把销量和口碑先做起来。你知道那样我要赔多少钱吗？人家就算搞活动都有钱赚，我们搞活动只会血亏。你没做过生意，不懂这些。我是没做过生意，我只是个兼职的大学生。但是我懂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，他们不在乎你的蛋糕有多高档，也不在乎你用的原材料多高级，他们只在乎价格。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怕失业吗？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，一天到晚把价格挂在嘴边，为了便宜，都跑去买低品质的东西。我也想降低成本，但是我这蛋糕店的位置和房租根本没法薄利多销。稍等，我给你包装袋。不用包装，我就在这儿吃。好的，那边有空位。老板，你这奶油味道不对呀，你是不是用了人造奶油？是不合口味吗？要不我免费给你换一款蛋糕。你不要偷换概念，我就问你是不是用了人造奶油。你是来找茬的吧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地铁站那家蛋糕店老板。你卖这么便宜，肯定是偷工减料，侵犯消费者权益。你生意不好，别来我这发疯。我现在是消费者，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你用了劣质原材料，应该告知消费者。你再闹，我报警了。你报啊，我还怕你？多大点事啊？同行竞争而已。他用劣质原材料，却不告知消费者，严重扰乱市场，劣币驱逐良币，我们其他诚信商家还怎么做生意？你说的是市监局的事，他们说这家店没问题，那就是没问题。那至少要告知消费者他们用的原材料吧，万一消费者吃坏肚子了怎么办？你有意见可以去找市监局。现在处理的是你侵害我的经营权，干扰我正常营业，造成了我的经济损失。我作为消费者提出意见，怎么就干扰你正常经营了？你如果有意见，可以走流程，去市监局投诉呀。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，要承担民事责任的。我建议你们和解吧。我不接受和解。不要让我们为难，都是出来谋生的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互相体谅下吧。如果你坚持立案，对方要真捅到市监局那边，人家隔三差五来突击检查一下，你烦都要被烦死了。行吧。虽然这个男的干扰经营做的不对，但他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确实有点道理。如果商家为了销量降低原材料的品质，那些注重品质的商家能打得过销量为王的商家吗？前几天叫了一份螺蛳粉，吃到一半发现有发霉的腐竹，超级致癌物，我当场就吐了。下午不适，连续跑了6次厕所，晚上就医说是食物中毒。千金外卖平台客服连一句简单的道歉都没有，没有任何补偿，
没有按食品安全法赔偿，我请了2天病假，损失惨重。目前还在家中不适，希望千金外卖平台能多重视下。平台监管不力，对商家没有任何约束，草菅人命。我一直在用千金外卖，想不到千金外卖就这样的服务售后，真的不拿命当命。活该！谁活该？当然是这些消费者呀，一个个都贪便宜，宁愿吃劣质食品，也不肯多花点钱吃点干净的。人家没钱呀。这不是有钱没钱的事，没钱也能吃点简单但是干净的东西。20多年前，我刚来大城市，身上没多少钱。我住的地方楼下有那种卖现煮米粉的，老板端给你1碗米粉，然后给你1大勺汤汁，汤汁配米粉才2块钱，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应该不到5块钱。餐食简单但是干净呀。你现在去麻辣烫餐厅也能吃汤汁配米粉呀，只是大家不好意思只点米粉，总要加点肉菜，有菜有肉才有面子。那我这家高档蛋糕店更有面子呀，你看我的装修，你看我的食品原材料，都是特等的，怎么就没人来呢？是有面子，但是消费不起，他们要用最低的费用买到最大的面子，也就是性价比。比如外卖包装，商家增加几毛钱成本买定制的包装，客户拿到手就感觉这一餐很有分量，很有面子。你大学该不会学的是市场营销的吧？我学的是广告。那你看，如果我这家店要转型该怎么办？我看没戏，顶多维持收支平衡。首先选址就错了，你既然要做高档蛋糕，那就要积累口碑。你选 CBD 加地铁口商圈，这铺面怎么积累口碑？这商圈流量大，怎么不能积累口碑？你去那栋写字楼里面的楼层指示牌，看下指示牌上面写的公司多久换一次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更换，每个星期都有公司搬走，新的公司入驻，来来往往的白领通常是生面孔。等他们记住你这家店，他们公司估计就搬走了。这样你还怎么积累口碑？怎么让他们记住你？所以我一开始就错了，租最贵的店铺反而成了鸡肋。这个店铺最好的生意是做奶茶店，装修不需要太好，白领上班点一杯奶茶拿了就走。如果能跟保安搞好关系，他们还能放行让我们送餐上去。别人点餐都要下楼拿，我们可以直接送上去。可惜我们是蛋糕店，上班吃蛋糕毕竟是少数。就算蛋糕店增加奶茶产品，我估计你也不乐意。乐意啊，能增加收入，我为什么不乐意？你不是说奶茶不健康不干净啊？有添加剂、人工着色剂、人造奶油。不管了，什么原则都滚一边去。我现在只想救活这家店。小沃，我们散伙吧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现在准备转型增加奶茶产品，肯定能盈利。当初你开蛋糕店，我本来是不想加入的，我是看在我们的关系才支持你的，而且你也答应，如果不能实现盈利，我可以股转债，把所有本金还给我。你这是要落井下石吗？你不知道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吗？不是落井下石，你把店铺转租出去，转租的钱给我，蛋糕店的设备归你，我不会再额外跟你要钱。我现在是转型的关键时期，你不仅不支持，还要抽干我的现金流。我每次来找你要钱，你都说关键时期，推脱了这么久，我不会再让步了。是你女朋友让你这么做的吧？我们打算结婚了，我需要这笔钱。我就知道，见色忘义的东西，我这星期就把设备搬走，到时候你自己找中介转租，签转租合同的时候叫我就行，以后就分道扬镳，不要再见了，你滚吧。说真的，我这也是为你好，不能再错下去了，你根本不适合做生意。我只是失败一次而已，我不会一直输下去，走着瞧。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肯认输，你就是输不起。继续这样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走到死胡同的。小雨就是个上班族，社畜的基因刻在他骨子里，理解不了你做这一切的意义。什么意义？难道你能理解？当然理解，不就是不想打工吗？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那么肤浅。行了，在我面前就别装了，大家都是潮汕人，我们潮汕人就是不喜欢打工，这不是公认的事实吗？所以你就辞职了？被开除了。老板训话，我没忍住，说了2句潮汕话。打算做生意吗？是啊，上班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点外卖，点的那几家店都在我住的城中村小巷子里面，我打算做这个。幽灵外卖？对啊，城中村小巷子房租便宜，专门做外卖，成本极低。我记得你根本不会做饭。不做中餐，做蛋糕，我们俩合伙，你拿大头，
我拿小头，怎么样？没有口碑的蛋糕店根本做不起来。不需要口碑，你知道转单平台吧？知道呀，就是商家自己做不出来，或者不想做的单子转给第三方，第三方做完给商家，消费者不知道餐点是第三方做的，只会以为是自己信赖的商家做出来的东西。商家利用第三方增加自己的品类和收入，第三方不需要口碑和店面也能卖产品。不错，我们就做第三方，负责接单做蛋糕，不用店面，把你的设备搬到我的出租屋，我们在家做蛋糕。没品牌没口碑干一辈子还是个接单的，这跟打工有什么区别？慢慢来嘛，从第三方开始做，将来做起来了我们再开店，店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沃小胖甜品店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丰富菜单，比如化粥糖水、奶茶、水果茶、咖啡、面包等等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要一步步来，计划很不错，就是有个瑕疵，店名应该叫沃家千金甜品店。小沃，你出价怎么这么高？我原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，出价高不是很合理吗？你出价这么高，商家怎么可能给你接单？我在平台上写了我用的是优质动物奶油、新鲜水果，如果商家看重质量和口碑的话，肯定会选我接单呀。你觉得商家真的关心你用了什么原材料吗？这要看商家的市场定位，如果他们走高端路线，肯定会在意品质。这跟市场定位没关系，如果商家真的在乎品质的话，他们完全能自己雇一个有能力的烘焙师，自己控品呀。就是因为不在乎，所以才会在转单平台把单子转给第三方。他们转单给第三方也是要赚差价的，你出价这么高，他们怎么赚差价？我们这个商圈又不止我们一个第三方，大家都在压价竞争，我们要比他们更便宜，才能接到单子。你是要我降低成本，压价抢单？是啊，你要记住，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第三方，就算蛋糕做得再好，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们。不要用你以前的思维做生意，降低成本，口感会差很多。口感差也只有你能吃得出来，顾客是吃不出来的，甚至连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都分不清。我做烘焙师这么久，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了赚钱降低品质。这不叫降低品质，这叫成本控制。以后还是我来采购吧，你给我列一份采购单。又爆单了，累死我了。有钱赚，累死也开心。又不是你做蛋糕，说什么风凉话？你拿大头，多干点活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一个人精力也是有限的，你就不能帮帮忙吗？我怎么没帮忙了？说好的，我负责采购和接单，我都完成了呀。你也可以在旁边跟我学做蛋糕呀，这样我们可以提升效率，或者轮换着做蛋糕。行吧，等我学会了，你就不能拿大头了，我们5-5分成。你先别想着分钱，你现在连抹奶油都不会。只要想着钱，我就更容易学会东西。真有那么容易就好了。对了，你以后不要在附近采购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控制成本吗？可以去批发市场采购，那里更便宜，我们可以把成本压得更低。我那辆3轮车没法离开城中村，城管会抓的。从小巷穿过城中村到批发市场，那条路没有城管，只要早上10点之前回来就行。那边巷子弯弯绕绕的，骑一趟累死人。你究竟想不想赚钱？当然想呀。想赚钱就不要嫌麻烦，等你学会做蛋糕以后，我们轮换采购。行吧，为了赚够第一桶金，我忍了。究竟是谁在压价？搞得我们都接不到单子了。他们压价，我们也可以啊。本来接单平台出价就很低了，我们跟着压价还怎么赚钱？这附近也没有新开的烘焙厨房呀。或许人家没在1楼开厨房，可能是在自己住的地方做蛋糕。平台难道不管的吗？谁知道呢？或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胖子，厨房这么乱，你就不能打扫一下吗？是你要我站你旁边学做蛋糕，哪有时间打扫？那我做完蛋糕也没看你打扫呀。站了那么久，我总得休息一下吧。我这体型站久了，腿都麻了，还不让我休息一会儿？你怎么越来越懒了？以前你还会主动打扫，现在我不提醒你，你就不干活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好累。我们现在是创业初期，要增加原始积累，将来才有资本开店。不是说好的慢慢做大，将来开甜品店吗？你不会现在就失去动力了吧？还以为做生意就能躺在柜台数钱，没想到这么累。想想以后，等赚够钱，我们就不用窝在这种地方了。到时候我要开一家超大的店，空调全天开着，我躺着收钱。你先把垃圾倒了再做梦。胖子，
把那个水果切一下。知道了。谁呀？是我。是小雨吗？他怎么找到这了？是你告诉他地址吗？是啊，不能说吗？你电话怎么一直不接？忙。中介已经找好租客了，你是业主，店铺转租合同要你来签。现在吗？人家等很久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我走不开。你不肯签的话，那就履行协议。按协议，你要赔偿我所有本金。我没钱。那就签转租合同，签完就当废除原有协议。我已经给你很大让步了，不要再逼我了。等我忙完了再跟你走。你到底在忙什么？你现在就在这种地方做蛋糕。什么叫这种地方？我们这是私房高端定制。高端？这鬼地方做出来的东西也能叫高端？我们只是刚起步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们宁愿躲出租屋里做黑作坊，也不愿意好好找份工作。什么叫黑作坊？你这里有营业执照吗？该不会是挂靠以前那家蛋糕店的吧？平台能接单就说明我们没问题呀。平台让你接，不代表出了事不用负责。你懂什么？现在大家都这么做，所以别人做错事，你也跟着犯错吗？你以为我想这样？我辛辛苦苦撑起一家蛋糕店，要负担房租、水电、兼职生工资，每个月我都想着怎么盘活。就在我有办法救活蛋糕店的时候，你突然就撤资了。我撤资也是为了让你不要执迷不悟，早点找工作做个普通人。我为什么要做普通人？找工作又能怎样？要我一辈子打工吗？我做生意就算是失败了，我也能总结教训，重新开始，迟早有一天我能成功的。你现在越来越像赌徒。至少我现在赚钱了。赚快钱也算赚钱。那什么算赚钱？像以前一样守着店等死。以前那家店虽然赚不到钱，但至少干净正规。正规有用吗？正规最后还不是倒闭。所以你现在就彻底不管底线了。底线值几个钱？你真的变了。是这个世界变了。以前你最看不起这种幽灵外卖。以前我也以为认真做东西就能活下去。那你现在活成什么样了？这种东西你自己敢吃吗？有什么不敢？大家吃了都没事。没事不代表没问题。您有新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还接单吗？先不接，我跟他走一趟。合同签完了，我们俩清了。以后你的事我不会再管。今天你瞧不起我，以后等我赚大钱就知道谁对谁错了。两个人干活就是快，虽然你现在还没法一个人做蛋糕，但是已经能做不少事了，效率提升上来，爆单了我们也完全能应付。累死了，赶紧分账，只有钱能让我恢复体力。转给你了。怎么这么多？不是说多留点预算用于采购吗？给你增加分成比例，今天开始你拿40%。你这么说我就不累了。赶紧学会独自做蛋糕，到时候你能拿50%。老婆，我知道是谁在压价抢单了。谁？那个男的，刚刚进店提着蛋糕盒，离开的时候是空着手的。不是吧？男人也能做私房烘焙？男人怎么不能做私房烘焙了？不要性别歧视，小心被握家千金的观众们听到。跟上去，看下他们是在哪儿做蛋糕。怎么越走越深了？这么糟糕的环境做蛋糕，就不怕有卫生问题？我们不也在巷子里做？能一样吗？我们好歹在巷口，天天通风，这里阴暗潮湿，肯定一堆老鼠蟑螂。他上楼了。果然是在家接单，难怪压价压这么狠。小沃，桌上的玫瑰是食材吗？你去开下门，应该是房东。兄弟，你们是转单平台接单做蛋糕的吧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就是你们专门压价抢单吧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把价格压这么低，别人还怎么做生意？做不起就别做，没有竞争力，早该被市场淘汰掉。这是信息不对称。如果客户知道你们在这种地方做蛋糕，谁还敢吃？大家都是半斤八两，你难道不是城中村小巷接单的吗？我们是民宅1楼装修成开放厨房做蛋糕，任何人都能检查我们的卫生环境。那还不是在小巷子，卫生环境也没比我好多少呀。我们那儿比你干净多了，敢不敢让我们进去看一下？行啊，有什么不敢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干净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刚刚打扫了？搞笑，我是有预知能力吗？提前知道你们要找茬，提前打扫卫生。那你们家也不通风呀？阳台和窗户外面就是别的楼房，楼房之间距离不到2米，这距离空气根本流通不进来。还有，
这栋楼的电路能承受你们家的设备功耗吗？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故意找茬呀？我这么说也是为你们着想呀。你们在这种地方做蛋糕，卫生暂且不说，关键是有安全隐患呀。而且还是城中村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消防车根本进不来。如果你们是真想做生意，那就在巷口找个民宅1楼做开放厨房。你以为我不想呀？那里1个月租金顶我这里5个月。做不起就别做呗。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没有竞争力就该被市场淘汰。你们不就是抢不过单，想逼我涨价吗？我们只是来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不听，到时候来的就不是我们，而是市监局。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小沃，你发什么呆？不会真被他们说动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觉得我们承担的风险跟我们的收益不匹配。怎么会不匹配？只要我们接单接的够多，收益自然就提升上来了。单多有什么用？平台抽成、材料费，扣完剩下的利润，跟我们的风险相比，真的对等吗？你想太多了，哪有什么风险？他们说的卫生环境和安全隐患，我觉得确实有道理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就是风险。冒着这样的风险，赚这么点钱，你觉得值吗？当然值呀，至少好过你以前开店的时候，开一天亏一天。我开店是为了做生意，可是现在做的接单生意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给平台打工，平台不用承担任何风险，风险都是我们来背。那怎么办？租一个开放厨房？没有成本优势，我们还能竞争得过他们吗？你说，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错路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互联网平台能让我们小型商家赚到钱，现在发现要想赚钱，就得拿卫生、安全、时间、精力去换。您有新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是我想多了，还是赚钱最重要，其他事情先放一边。又被抢了。这2个人根本没把我们的警告听进去。他这样搞，别人根本没法接单。这2个人如果不是赌徒，就是傻子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卖平台上面。就是因为我们在外卖平台数据不好，才跑来转单平台接单的呀。那我们就投诉他们。投诉给平台，平台只会敷衍。那我们就在外卖平台下单，如果商家把单子转给他们，我们就在他们的蛋糕上面找茬，投诉给市监局。好主意，老公，你好坏，我好喜欢。都不用我们找茬，他们自己给自己挖坑。他们也太粗心了吧，把没有处理过的玫瑰放上面，万一顾客误食了怎么办？赶紧拍照，我们投诉到市监局，这下他们跑不了了。沃家蛋糕店就在这儿，怎么停业了呢？会不会是幽灵外卖？人家招牌还挂在这儿，怎么会是幽灵外卖？我刚刚问了物业，他们说沃家蛋糕店已经转租出去了，只是新业主还没来得及装修。这样吧，你联系下平台，让他们提供新的经营场所地址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消费者投诉的时候说他们知道经营场所在哪。就是这，他们就是在这里做蛋糕，然后送到商家那边。开门，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接到投诉，说你做的蛋糕有问题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就算有误会，你的经营场所也不合法，这栋楼不允许商用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只是临时过渡一下，过段时间就搬走。那也是非法经营，提供下你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消防安全检查证，我们要拍照取证。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们找到新的经营场所会重新登记的。你没机会重新登记了，用实体店的营业执照做幽灵外卖，我们会吊销你的所有资质。我们不是幽灵外卖，真的只是过渡一下。还说不是幽灵外卖，消费者都投诉到市监局了。他们不是消费者，他们是同行，他们是恶意抹黑。人家都拍照留证了，你看下照片，这玫瑰是不是你放上去的？这不是我放的。小沃，怎么了？该不会是你放的吧？我看商单图片上有玫瑰，正好桌上放着玫瑰，我以为是你准备的。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合伙？行了，我们还要走流程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要拍照。除了吊销资质，还有其他处罚吗？你要给消费者3倍赔偿金，另外非法经营需要交罚款，罚款金额我们需要先找平台调取数据，之后再通知你。小沃，租约到期了，房东问你要不要续签。为什么问我？租赁合同不是你签的吗？我不续租，
我打算搬走。如果你要留在这儿的话，你单独跟房东签吧。你走去哪里？罚单还没下来你就想跑？罚单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我们是合伙人。营业执照写的是你的名字，罚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当初是你拉我做赚单的，现在有困难了，你只想跑。我那时候也没想到会这样呀。所以你现在把锅全甩给我？我没甩锅给你，这本来就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呀。你看那些开公司的，公司经营异常，追究的都是法人的责任，哪有让股东担责的道理？就你这样也叫股东？除了贡献一间破出租屋，你还贡献了什么？钱你没少赚，干活你没干多少，没有我，你就是个废物。那你呢？要不是我提议做生意，你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吧？就算没有我，你依然不会去找工作上班。你眼里只有做生意，我不过是给你一条你本来就可能选择的道路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绝对不会走上这条路。老婆，发什么呆？没听到来单了吗？总感觉有人在偷窥我们。错觉吧？你们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你们。从现有的信息来看，这家夫妻店的资质是合格的，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消防安全检查证都有，唯一能下手的就是卫生问题。这家店位置在巷口，巷口对面是垃圾集散点，拉货的3轮车经常进进出出，巷口的路被压得凹陷，特别容易积水，甚至对面的垃圾水渍也会往那边流。或许就是这个原因，他们的位置虽然好，但店租便宜，周边卫生环境差，没有顾客愿意进去买东西，所以他们只能做外卖业务。他们在外卖平台上的销量非常低，只能把重心放在转单平台上。只要我把他们的转单业务毁了，这家店肯定活不下去。可是怎样才能毁了他们的转单业务？通过市监局和平台举报他们，这个操作空间太小，最好是在商家这边下手，要让商家把他们拉黑，不让他们接单。怎样才能让商家拉黑他们呢？商家的订单是从外卖平台来的，用户在外卖平台下单，商家接到单，把订单挂到转单平台，让第三方接单。我可以雇人在外卖平台下单，接单的商家会把单子转给这家夫妻店，等我的人拿到外卖之后，跟商家反馈蛋糕不干净不卫生，吃完拉肚子。这样的话，商家就不敢再让这两夫妻接单了。如果只有1-2个顾客反馈，商家会觉得这只是巧合。我需要多雇点人，让更多人反馈，商家才会觉得是这两夫妻有问题。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最近还有做兼职吗？暂时还没找到兼职。怎么了？你不会又开店了吧？不是，是有别的兼职，看你感不感兴趣。什么兼职？就是要你在外卖平台下一个单，下单的钱不用你出，你拿到外卖拍张照反馈给商家，说这东西不干净，吃完拉肚子。你跟商家有仇吗？我跟商家没仇，我不是针对商家，也不是每一笔订单都要你投诉。我会告诉你哪笔订单要投诉，哪笔订单不投诉，你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一单50块钱够不够？你还要人吗？我可以给你做中介，拉人帮你投诉，但是单价你要给我60块。没问题。这一单不要投诉。为什么？这笔订单不是我的目标。什么意思？你别问这么多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你要说清楚，我们才好配合你啊。行吧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外卖平台上的蛋糕很多都不是商家自己做的，而是第三方的蛋糕。我的目标是一家夫妻店，我在这里盯着这家夫妻店，如果这家夫妻店去给商家送货，说明你下的单是被这家夫妻店接了，那就要投诉。如果不是夫妻店，那就不要投诉。明白了。花了1个多月，总算把这两夫妻搞垮了，不让我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今天心情好，吃点好的。外卖平台真是太实惠了，便宜又好吃，吃什么好呢？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怎么送这么慢？你是乌龟吗？先生，配送不到半个小时，已经很快了。还敢顶嘴，信不信我给你差评？是我送太慢了，实在抱歉，麻烦给个5星好评。没给你差评就不错了，还想要5星好评，想得美。老板，那两夫妻找到了我们，知道我们是恶意投诉，要我们去跟商家澄清。
不过他们不知道是你在后面损害商誉，只以为是我们学生恶意投诉，索取免单返现。你这是严重食物中毒，洗胃之后感觉怎样？还是很难受。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？应该是螺蛳粉，这该死的幽灵外卖。你们这些人总觉得自己胃扛得住，什么都敢吃，出了问题才知道后悔。这应该是小概率。一个个都贪便宜，宁愿吃劣质食品，也不肯多花点钱吃点干净的。先去缴费吧。不是说再也不见吗？我能求助的人只有你了。出了事才知道找我，没出事就说再见。拜托了，帮我缴费吧，我一定会老老实实去上班，发了工资会还你的。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说话真的很欠揍，非要逼我说潮汕话吗？说好了，身体恢复之后，老老实实去上班。好的。如果我们表现出观望态度，平台会更大胆放宽对商家的监管。现在就高要求高标准，平台还会有动力去推广这种新兴模式吗？资本还会对平台增加投资吗？就怕平台跑太快，监管和行业标准没跟上。行了，我们不用讨论了。为什么？总局决定提及处理。我打电话问问。不用打了，他们在开会。你打电话想说什么？又要说你那套经济为重、资本优先的理论吗？我说你一个搞市场监督的，管那么宽干嘛？我可没说什么经济为重、资本优先，我只是说平台在探索一种新兴模式，我们要给他们容错空间。行了，现在这件事不是我们能管的了，上面大概率会从重处理。平台既想赚钱又不想担责，那我们怎么跟消费者交代？从重处理是好事。有一次我在蛋糕店看到一个同样是开蛋糕店的老板跑来闹事。那个老板说这家店用了品质较低的原材料，所以定价很低，还说劣币驱逐良币，将来他们高端蛋糕店就没生意做了。我觉得他说的同样适用于互联网平台。如果我们不能对平台制定统一的要求和行业标准，将来那些自我监管严格的平台就会败下阵来。平台经济野蛮扩张、监管滞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何况这里面还涉及食品安全问题。近日，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7家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责令7家平台改正违法行为，暂停新增蛋糕店铺3至9个月不等，并处以罚没款共计35.97亿元，并对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合计处以罚款1968.74万元。7家平台均已下架未经审核的幽灵店铺，停止与相关转单平台的餐饮转单合作。